大家好，我是美食多。糖尿病是现代医学上一种代谢性疾病，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日常生活饮食的改变，患有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会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知道自己身体方面的问题，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对糖尿病非常有帮助的食疗方，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准备10克糙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饮食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以前不受欢迎的糙米又走入了人们的餐桌，成了受欢迎的健康食材。糙米比较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部分人出现了水肿和糖尿病，医生以适量的老糠饼作为治疗手段。老糠饼中的粗纤维素能吸纳体内部分水分，粗纤维也能使糖的吸收速度配合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自然速度取得生理平衡。糙米中的维生素 B 和锌也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胆固醇的积累是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症结所在。多吃糙米，肠道内有大量的纤维素，就可以把胆固醇变成胆汁酸吸收，而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常吃糙米，还可以减少富贵病的发生。先将糙米清洗干净，然后放在一旁备用。接着再准备10克绿豆。绿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也是一种药材，它能够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对于一些中暑的患者，绿豆有比较好的效果。对体内有热毒的患者，绿豆有清热解毒的效果。绿豆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水肿和小便不利，而且绿豆对一些药物和食物的中毒也有比较好的解毒功能。先把绿豆放入碗中，加入清水把绿豆清洗干净。绿豆是可以降血糖的，因为绿豆本身就属于粗粮的一种，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种膳食纤维能够增加胃排空的时间，避免血糖的波动。绿豆除了能够降低血糖，而且还可以降血脂。绿豆清洗干净之后，和糙米放在一起，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它们浸泡着备用。接着再准备一节山药。山药既是一味药材，也是一味食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粘液蛋白，具有健脾养胃的效果，能够增强血液功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效果。山药还具有补肾摄精的作用，能缓解肾虚、遗精、小便频数多、神疲乏力的症状。此外，山药入肺，可以润肺止咳，缓解肺虚咳嗽的症状。山药中的粘液多糖可以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的吃些山药，对于降血糖有非常好的效果。山药削去外皮之后，将它切成片，放入盘中备用。接着再准备5克莲子。糖尿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莲子，吃莲子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在吃莲子的时候，还可以调节糖尿病人的内分泌，起到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或者是血压的作用。
并且莲子还可以强心安神。莲子不但强心作用非常显著，莲子碱还能够有效的抗心律不齐。经常晚上失眠的患者，可以睡前泡一杯莲子茶喝，保证一觉睡到天亮。莲子中还含有降血压的作用，并且莲子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这些物质是组织细胞核的重要成分，能够促进蛋白质、脂肪及糖类的代谢。平时食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减少多种疾病的发生。接着再准备几颗红枣。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补品。红枣可以健脾益胃，对于脾虚弱的人，经常会腹泻、倦怠、没有力气，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食用红枣。红枣还可以补气养血，但是建议糖尿病人一次不要吃得太多，一天3到4颗就可以。现在将泡好的糙米和绿豆倒入锅中，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先开大火把它煮上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再将其他食材倒进来。现在就可以转小火，盖上盖子，继续煮上20分钟。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时间到之后，这道非常好喝的糙米绿豆粥就做好了。这道粥低脂低热量，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经常食用不但可以降血糖，还可以降血压、降低胆固醇，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多的益处。平时要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人体消耗体内的热量，减少肥胖的发生几率，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血糖的利用几率。中老年朋友记得把这道粥收藏起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我们下个视频见啦！